他在画板上随便画了几下，竟然卖出500万的高价。你以为他是什么抽象派的画家，其实就是一个游手好闲的小混混。别人来富豪家里面试都是一身正装有序等待，他却拿着一张白纸强行插队。富豪问他有什么特长，阿德说我不是来求职的。原来他只是想搞份面试证明，只要被雇主拒绝3次，他就可以领到失业补偿金。为了搞砸面试，阿德还故意调戏富豪的秘书，向他抛了个媚眼。菲利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他本是个亿万富豪，因为一次跳伞事故落下终身瘫痪，除了颈部以上其他部位毫无知觉。为此他不得不聘请护工来照顾自己。他面试了很多高学历的专业护工，可他们都把菲利当成残疾人，这让菲利很是不爽。他讨厌别人用同情弱者的眼光看他。阿德的出现让菲利格外放松，他决定给阿德1个月的试用期，因为给的薪资太高，阿德没有拒绝。两个性格完全不一样的人，就这样开始了他们互相治愈的故事。这是一部号称法国电影天花板的影片，100万人为他打出了9.3的高分。管家带阿德参观了菲利的豪宅，这里宽敞豪华，光是卫生间都比他的家大。阿德对护理一窍不通，医生给他讲解护理知识，他打起瞌睡，让他把菲利抱到轮椅上，差点让他摔倒。他把洗发水用来洗脚，把沐浴露抹到头上。喂饭的时候，因为偷看女秘书，直接把食物戳到菲利的眼睛上。他觉得好玩，会把开水倒在菲利的腿上，测试他是否真的没有知觉。朋友不理解菲利为何会找一个混混，这样的人是没有同情心的，而这正是菲利想要的。我要的就是没有同情心，他会经常忘记我是个残疾人，把我当成正常人来对待，我不需要别人的怜悯。而阿德给了菲利无比的尊重，他会在外出时拒绝像别的护工那样把菲利连同轮椅一起搬进后备箱。阿德认为这样太不尊重人，他先开跑车把菲利抱了进去。引擎声让两个人都兴奋了，一个是大开眼界，一个是久违的微笑。瘫痪后，菲利就再没有坐过跑车。面对门口乱停车的邻居，阿德可没有菲利这般忍气吞声，他走过去直接把邻居揪下车。阿德全天24小时陪在菲利身边。这天深夜，菲利突然呼吸急促，阿德赶紧用毛巾给他敷额头，并轻声安慰他不要害怕。不久，菲利平静了下来。他告诉阿德这是长期服用药物的后遗症，于是阿德把他抱上轮椅，两人来到凌晨4点的河边。新鲜的空气让菲利倍感舒服，这是他第一次体会到阿德的责任和细心。两人来到咖啡厅，菲利告诉阿德自己内心的痛，他和妻子一起去跳伞，却发生了意外，妻子当场去世，而自己全身瘫痪。他真正的痛苦不是坐上轮椅，而是妻子的离开。阿德在一旁默默聆听，两人的关系也开始亲近。菲利笑着告诉阿德，你的试用期通过了。阿德第一次体会到被人认可的感觉。在接下来的日子，阿德的护理工作不再毛手毛脚，而是越来越得心应手。这天他无意间发现菲利交了一个笔友，一问才知道两人已经通信半年之久。可自卑的菲利迟迟不敢给对方打电话。阿德知道后决定帮菲利找回自信，于是他拿起电话打了过去。虽然菲利表面拒绝，可当电话一接通，两人便侃侃而谈。笔友提出两人交换照片，菲利担心对方嫌弃他是个残疾人，不敢用坐轮椅的照片。可阿德认为他应该坦诚相待，这张坐着轮椅的照片看起来就很精神。等到照片寄出时，菲利还是让管家换了张自己出事前的照片。不久，菲利就收到了笔友的照片，并提出想要和菲利见面，这可把菲利激动坏了，就连衣服都选了好几天。但这份激动也伴随着纠结和自卑，他担心笔友会嫌弃自己如今的模样。果然，到了约会这天，菲利退缩了，他让阿德推着自己走出餐厅，而他也和笔友擦肩而过。果然，在爱情面前，就连亿万富豪也难免自卑。他们乘坐私人飞机来到菲利曾经跳伞的地方，两人体会这种从高空降落的快乐。阿德每天都带菲利出去玩，他们一起打雪仗，虽然雪球只是单向的，但快乐却是双向的。阿德嫌菲利的轮椅速度太慢，于是找到一家改装店，给他做了动力提升装置，时速高达每小时30公里。两人也体验了一回飞驰人生。菲利则带阿德去买西装，去听音乐会，去参加画展，墙上抽象的画价值400万。菲利决定买下它。阿德欣赏不动妇人眼里的艺术，他认为这就像大街上的涂鸦。很快就到了菲利的生日，因为有了阿德的加入，热闹了许多。没有了往年沉闷的音乐会，阿德带着佣人们为菲利献上轻松的舞蹈。他还为菲利画了一幅画作为生日礼物。菲利告诉朋友，这是一位新锐画家的作品，已经在伦敦展出，马上要到柏林参展。朋友毫不犹豫花500万买下了它。阿德拿到钱有点诧异，没想到自己这么有绘画天赋。愉快的日子总是过得特别的快。这天，阿德的弟弟找上门，
原来弟弟不小心惹了麻烦。阿德第一次向菲利聊起了自己的身世，原来他是一个孤儿，后来被母亲领养，母亲到处打零工养活他和弟弟妹妹。作为家里的老大，阿德从没做过让母亲骄傲的事，他很自责，觉得应该替母亲扛起责任了。菲利知道是时候让阿德离开了。第二天，阿德和所有人告别，就连讨厌他的秘书现在也很不舍。当他出门再次看到乱停的车辆，他没有使用暴力，而是好言相劝。在菲利的身边，他同样获得了成长。回家后，阿德帮弟弟解决了麻烦。凭借在菲利身边的阅历，阿德找了一份新的工作。可在翻看简历的时候，意外发现了菲利放错的照片。他这才明白，原来菲利并没有把坐轮椅的照片寄给笔友，所以才不敢跟笔友见面。另一边，新的护工来到菲利身边，他们小心翼翼，仿佛时刻提醒菲利是个残疾。菲利也留起了胡子，十分颓废。晚上，当他再次发病、呼吸困难时，护工却害怕地站在门口不敢靠近。菲利愤怒地将他赶走，无奈管家只好再次找到阿德，希望他能帮帮菲利。很快两人又见面了，阿德还像以前那样调侃。他带菲利出去兜风，他们在路上疯狂的飙车。不久，警察追了上来。阿德说赌100块我能甩掉警车，可不幸的是，他们很快被警车截停。阿德又说再加200，我赌他们不但不抓我们，还要为我们开路。他下车后指责警察，自己的老板犯了重病，他要带老板去医院抢救，耽误了病情谁来负责？菲利也十分配合，开始摇头晃脑，口吐白沫。看到后备箱的轮椅，他们信了，于是警察在前面为他们开路。阿德看出了菲利的不开心，于是带他来到了海边。看着菲利满脸的胡须，阿德在他脸上玩起了花样，先是这样，再是这样，最后又搞成了内脆的模样。他们在餐厅挑了靠窗的位置，阿德把那颗偷来的蛋还给菲利，那是菲利妻子生前送的礼物，现在物归原主了。阿德起身就要离开，阿德就这样莫名其妙的走了。菲利开始有点慌张，直到一位漂亮的女士走过来，正是他的笔友。原来阿德偷偷帮他安排了一场美妙的约会，菲利当初逃避的约会终于得到圆满。笔友并没有因为他的残疾而嫌弃，阿德笑着向菲利挥手告别。这是一个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，只是故事里的护工是个白人，导演却故意找黑人来演，这样阶级肤色的不同更能触动观众。直到今天，他们依然是彼此最真挚的好友。对于残疾人来说，他们需要的未必是小心翼翼的服侍，而是像对待普通人一样的无歧视对待。